东风27高超声速导弹击沉了在南海的靶船，这把美军的前线司令给震惊了。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美国媒体报道了一次我们的这个高超声速武器实验他们说呢，2月25号，解放军火箭军发射了一发东风27这个导弹从中国的西北部打到了中国的南海，并且呢以15马赫的速度呢是击沉了在中国南海的一艘靶舰。那么这一发导弹呢是一发高超声速的滑翔弹头它用了12分钟的时间就打出了2100公里的射程。那么美国媒体还报道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是非常的震惊甚至于是用了半个多小时平复心情，才走出这个指控室来与他的幕僚来交流。那么这个新闻实话说我们并没有办法证实它的真伪特别是他在里面提到的这个东风27导弹目前还属于我们没有公开的一个型号。但是呢，从之前的这一些包括论文以及新闻在内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发现这个东风17与东风16导弹之间是存在的一些联系的有可能就是东风16的换了这个滑翔弹头的版本。那么而东风27呢，正是目前海外猜测的东风26换用了高超声速滑翔弹头之后的这么一款导弹。那么根据他们的猜测呢，东风27的射程可能高达8000公里可以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甚至于可以直接打到美国的本土。那么当然了，以中国的这个高超声速导弹目前研制的这个能力来说呢，我们生产出这么一款这个东风27这样的导弹呢，那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并且呢，实际上很有可能这里面的一个猜测呢是这个大概率是这个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说这一次呢，美方的报道是一方面再次证实了中国现在的这种高超声速武器的打击的能力，二方面很重要的是再次呢向我们潜在的对手展示了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用高超声速武器来打击高价值目标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知道发射这种高超声速武器来打击靶船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那难度呢，一方面在于发射方与这个目标的获取，二方面在于这个目标过程中的制导。更何况根据美媒的报道呢，这一次击沉的靶船还是在南海它是一艘行进机动中的靶船它可不是一艘定点那么这更要求除了导弹自身的性能之外呢，还需要一整套的空间的监视能力以及这个目标侦察与锁定与跟踪的这么一套系统。那么只有在这么一整套完善系统密切的配合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在南海地区的一击必杀。那么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这个印太司令部的这个阿奎利诺收敛起了之前这种对中国非常嚣张的态度是发现自己的这个舰队在印太地区确实存活的希望存活的概率那是不大的。不过呢，看完这篇报道呢，我们实际上呢也要对目前高超声速武器我们的这个优势要有一定的这个保留的态度。毕竟在这里面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我们会发现美国实际上是全程跟踪了我们整个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的过程，这说明美国目前已经具备了高超声速武器的探测能力并且可以说是全程探测能力。但是对高超声速的武器的拦截来说呢，不仅仅是需要知道导弹打出去了，还需要预测未来导弹的路径，并且呢在这个路径的前置点上呢发射拦截导弹去进行拦截。而现在高超声速武器的这个防御方面呢，就是在这点上有问题，也就是预测弹道与这个拦截。毕竟目前中国发展的这一系列滑翔体的弹头乘波体滑翔弹头具有很强的弹道中的路径的这个变化的能力，只要在某一些地方进行稍微有一点初始量的变化，这个末端的路径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呢，这是目前美军认为难以拦截中国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原因。那么我们相信在火箭军的手中不仅仅有类似于东风17、东风27这样一类的这种高超声速武器，还有很多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一些先进的武器。
就比如说在这一次八一建军节的这个逐梦系列栏目里面呢，那么有一款呢号称是可以变形的这个2炮的手中的这个导弹武器呢，可能已经进入到了研发与试装的阶段。未来呢，我们可以继续期待解放军装备这种性能更好的、更加优秀的一系列导弹，来继续提升我们保家卫国、抵抗侵略、抵抗外来干涉的这个能力。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